极寒爆发，全球气温低至零下10000度。我嘎了男友当柴火烧取暖，弹幕疯狂刷屏。男生只是出轨，又没犯法，太心狠手辣了。这么好一个男孩被他残害了，真可惜。我默不作声，又添了一把火。渣男当然要物尽其用。全球气温骤降，交通停运，我也不用上班了。窗外排着长长的队伍，都是想购买物资的人，可超市早就被抢空了。我的手机叮咚响个不停，业主群里弥漫着恐慌。309的单亲妈妈求助，谁家有急救药品？我女儿发烧了。没人回应她。我只囤了2袋泡面，1桶水。这场寒灾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，我也帮不上她。我正焦虑物资不足时，门突然响了。没啦，是我，是男朋友毛不凡。他敲了敲门，兴奋地说：“我手里有多余的食物分你，你快开门吧。”我不敢置信，外面下着冰雹。我和他家直线距离10公里，他居然不顾危险来支援我。毛不凡拔高音量催促：“快开门，别让其他人发现了。”刚走到门口，眼前突然飘过一行字：“别开门，你男朋友手里有哄睡神器，他想抢走你的物资。”我愣了3秒，以为自己眼花了，那些字还没停。炮灰女好可怜，倒数都不知道男朋友早就出轨了，还是和他邻居柳如烟。渣男明明就住楼上，还假装大老远来救他。我揉了揉眼睛，心一寸寸坠到谷底。弹幕似乎能预知我的结局。炮灰女一开门，毛不凡毫不手软，他嘎了，还用他烧火取暖。末世不讲法律，不谈感情，男生做得漂亮。楼上的你有病吧？渣男囤了物资，他是故意行凶。弹幕吵了起来，我耳朵嗡嗡作响，迅速反应过来，自己只是一本书中的炮灰，马上就要没了。毛不凡见我迟迟没反应，有些生气：“没啦，你发什么呆？快开门！”我紧闭双眼，再睁开，弹幕已经消失了。毛不凡握拳砸门，铁门发出哐哐的沉闷声，他有些恼羞成怒：“没啦，你不要食物吗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身进厨房，选了一把哄睡神器。毛不凡絮絮叨叨个不停：“美，你是不是出事了？”我猛地打开门，直勾勾盯他。他吓了一跳，手藏在背后，笑得狰狞：“你终于出来了，别怪我狠心，我也没得选。”咔嚓一声，毛不凡的话戛然而止，我泪如雨下：“我爱你，但我也要活下去。”毛不凡神情恐惧：“求你，不要！”我用了吃奶的劲拖着他回家里，我强迫自己冷静。恋爱2年，我们没发生过什么大的争吵，甚至上个月还在谈婚论嫁。毛不凡仿佛变了一个人，我打了个哆嗦，眼神突然又出现了弹幕：“炮灰女怎么变聪明了？别说她这把神器还挺好看，她居然反嘎成功，改写剧情活下来了。”炮灰女真冷血，恋爱2年，她居然没有一丝心软。我眨了眨眼，面不改色地给毛不凡搜身。他兜里有一块压缩饼干，一把打火机，还有一串钥匙，上面挂了门牌号509，就是我楼上。看来弹幕没有说谎，毛不凡早就出轨了，和楼上509那个女人柳如烟。我气得双手发抖，真想把她千刀万剐。弹幕输得感叹起来：“炮灰女一直躲在家里，也活不下去。这场寒灾持续2个月，她囤的食物半个月都撑不了。”我喉咙一哽，僵住了。唉，如果她能抢夺楼上的物资，没准还能活着。炮灰女估计还不知道，渣男和小三购买物资花的钱是她的工资。我脑袋嗡嗡作响，忙不迭打开手机查看账户余额，页面显示为0。昨天看银行卡，里面还有4万块。一夜之间，毛不凡利用亲密妇取走了我的所有工资，我气得咬牙切齿，狠狠踹了他一脚。地上的毛不凡发出微弱的闷哼声。我正思索怎么办时，手机弹出一条消息：“谁有多余的充电宝，我可以花高价购买。”弹幕惊呼：“三姐来了！”这是炮灰女唯一的机会。三姐现在还不知道渣男数了，警惕心不强。弹幕又不见了，我盯着柳如烟的头像，果断添加上她的好友。对方通过的很快。你有几个充电宝？我抿了抿唇，1个。好吧，你出多少钱？500行吗？可以。你是403对吧？来楼上找我。我点进她的朋友圈，她是个30左右的漂亮女人，背景图、头像都是自己的照片。最新一条朋友圈里，柳如烟穿着黑丝短裙，微微弯腰对镜拍，配文：我只要你的爱，哪怕你心里有别人。我们的共同好友毛不凡给这条朋友圈点赞了。我掏出毛不凡兜里的手机，抓着他的手指纹解锁。毛不凡给柳如烟备注的是小野猫，
通知栏跳出几条新消息。你到家了吗？你女朋友刚刚联系我，要卖充电宝。她真是笨，这么久也不怀疑。我笑着打字。到家了，他智商不高，你随便开门。我心里酸涩难受，他们暗度陈仓这么久，我竟然从没发现。我扔掉手机，拿起桌上的哄睡神器，眼神坚定地出了门。我站在柳如烟门口给她发消息。我来了。柳如烟打开门，神情嫌恶地上下打量我。进来吧。我跟在她身后轻声说。你一个人住吗？她去屋内拿钱，不耐烦道。不啊，我老公偶尔会来。充电宝呢？我小幅度地摇头。没拿。柳如烟皱了皱眉。你是大聪明吗？这都能忘？给你2分钟时间，下楼去拿。我举起神器，无奈叹气。不需要了，你以后用不着了。柳如烟吓了一大跳，慌乱后退。你要做什么？我冷笑。你说呢？柳如烟双腿发软，唇色惨白。我和你没仇吧？末世才第1天，你没必要穷途末路。她退到了阳台，我从兜里掏出钥匙，眼底没有温度。毛不凡在我家，你要去看看他吗？柳如烟瞳孔骤变，脸色青一会儿白一会儿。我不是故意抢你男朋友的，是他勾引我的。我朝他步步紧逼。柳如烟瑟瑟发抖，慌不择路。她脚下一滑，栽了个跟头，掉下了楼。我从阳台探身朝下望，2楼有个高高的雨棚，恰好接住了柳如烟。她顺势滚到草地上，瘸了一条腿，不要命似的跑远了。柳如烟家里有一个杂物间，里面堆满了吃的喝的，甚至还有3个充电宝。弹幕窥探：炮灰女好猛，现在她手里的物资够吃2个月了。人家两情相悦，凭什么拆散他们？你说的两情相悦是出轨，有毒吧你？他们又吵了起来。我忽视眼前这些弹幕，把柳如烟的食物、水以及药品搬回了家里。电梯运了4、5趟都没搬完，怕引人注意，我关上门，打算晚上再行动。业主群里早就闹翻了。刚刚谁在叫？好像是5楼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柳如烟跳楼了，我在对面看得一清二楚，好像有人和她打起来了。我静静窥屏，这句话一出，恐慌瞬间弥漫了整栋大楼。你别乱说，我没说错话，亲眼所见。那你快抱帽子啊！抱帽子也没用，雪这么大，人都走不了路，更别说车了。群里陷入了诡异的冷寂，所有人心照不宣地拉上了窗帘。我开了一盏小灯，吃完压缩饼干，蜷缩进被窝里取暖。那些弹幕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出现，他们会有新的线索吗？床头柜上的小灯突然闪了2下，随后熄火了。我拿起手机，群里叫苦连连。怎么回事？停电了吗？我心里一紧，冲进厕所，拿上所有空桶接水。半个小时后，群里再度怨气冲天。怎么回事？水也停了，外面零下5000度，水管被冻住了。物业呢？我们交了钱，现在就应该干活啊。物业好像被冻住了。有人发了一张图片，保安亭里物业坐在椅子上，被冻成了冰雕。群里哑声了。我裹紧被子，末世真的来临了。我摸黑把柳如烟所有物资藏进卧室的柜子里，气温还在降低，短短1个小时变成了零下1万度。男朋友躺在客厅，还有一口气。我垂眸，喝了一口温水润唇。父母早逝，我没有其他亲人，撑过2个月就能活下去。我挤出一抹笑，庆幸自己至少还有充足的食物和水。我打了个瞌睡，迷迷糊糊中，耳边响起了一阵动静，有人在开我家的门。我瞬间清醒，噌的一下从床上坐起来。一个陌生人发来短信：我知道你家里有食物，我看见你推他下楼了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弹幕又出现了。炮灰女生存能力挺强啊，可惜这次她遇到的是硬茬。这人就躲在他家里呢。我冲过去反锁上门，下一瞬，卧室的门把手被拧动了2下。他居然知道我的手机号。我脑子里浮现过一张脸，手机发来消息：你开门，我吃点东西就走。门外响起一个沙哑的男声：我太饿了，你给我点东西吧，我马上就走。我强装镇定：我只有几包压缩饼干，我把东西扔下楼，你去下面捡。他不说话了，转而癫狂地拧动门把手。你开门吧，我不伤害你。我心脏突突乱跳。你是谁？我要知道你的身份，才能让你进来。对面不回答，试图破门而入。我慌了，弹幕书的感叹：炮灰女肯定想不到，这人就住她对楼，还是名教师。这个斯文败类每天拿着望远镜偷窥她呢。我呼吸一滞，想起了他。每天上班对楼有个男人会在我之前到达公交车，这人看着老实，我们一前一后上车，但我比他提前几个站台下车。弹幕啧舌：谁能想到
教师还复刻了一把他家大门的钥匙，进屋拿走了他的贴身衣物。我脑子里一根筋断了，我晒在阳台上的衣物总是不翼而飞，我还以为只是风大被吹走了。门外等得不耐烦，开始用头撞门。梅梅啦，我想见见你，和你说话。弹幕兴奋道，好像玩密室一样，恐怖效应拉满了。他们讨论的激烈。炮灰女现在这情况很尴尬啊，两个只能活一个。可是安抚居民的人员正在上楼了，哪怕她活下来也会被发现吧。若是这种情况，炮灰女辩解正当防卫，也没人相信吧。我冷汗直流，愣了3秒，迅速打开手机，业主群里传递着一个好消息，帽子叔叔正在挨家挨户走访，安抚人心。我就说吧，我们一定能撑过末世。我揣好手机，迅速把衣柜里的东西塞进床底，随后打开窗户翻了出去。柳如烟的空调外机就在我头上，我努力伸长胳膊就能够着。弹幕惊愕了，炮灰女想逃跑，她能跑到哪里去？一脚踩空就会摔鼠啊！身后的门晃动得愈发激烈，手里应该拿了东西，正在拼命砸门。砰的一声，赶在门坏掉的最后一刻，我爬进了柳如烟的客房，来不及喘气，我听见楼下爆发争执。请求支援，我们在2栋403发现一名嫌疑人。弹幕这才明白，炮灰女想把毛不凡这事嫁祸给那个老师吗？毛不凡处于休克状态，我确定他不能说话，无法指认嫌疑人，谁在现场谁犯罪的概率就最大。我擦掉脖子上的汗水，门突然响了。你好，我们是帽子叔叔，请问这2天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动静？我小跑过去开门，神色茫然。没有啊。那就好。他们严肃道，另外还有一件事，由于最近寒灾爆发，周边网络可能会断掉，请你不要害怕恐慌，待在家里别出门，相信国家。我心里流过一丝暖流，双手颤抖。好。帽子叔叔走后，我打开业主群，里面果然有人开始通风报信，抓到那个人了，好像还数了个人。凶手是谁？不知道，我只看见压着一个男人从2栋楼出来，后面又抬出了人。我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，消息翻滚了几十条，也没人提到403。突然，屏幕像是卡了，不再动弹，整栋楼哀号不绝，断网了。这种状态持续了2周。我走楼梯回到403，进屋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大型家具搬到卧室门后堵住，随后拿报纸挡住窗户，彻底不见一丝光亮。眼前的弹幕飘个不停。炮灰女又逃脱困境，简直比主角还精彩了。为什么我感觉她好像能看见我们，像是有生命？我拿报纸的动作一顿，这句话立刻遭到其他人的质疑。楼上的别做梦了，他只是一个用文字堆砌起来的小配角。他能一次次改写剧情，可能只是作者看他太惨，重写了一遍小说。弹幕很快消失了，这些东西出现的毫无规律。我伸手抓了抓空气，也摸不到它们。我还在发呆，门外突然响起一阵说话声。你好，我是309，我女儿发烧快3天了，请问你有没有药？我竖起耳朵贴墙偷听。没有，滚开！这声音是隔壁那个泼辣的老太太。309的单亲妈妈哭得绝望。大姐，我知道你家有药，寒灾开始那天，我看见你和家人去药店买光了所有退烧药。老太太骂骂咧咧。谁说我有药了？我听见一个小女孩微弱的喃喃声。妈妈，我不想去天堂。回答她的是毫不留情的关门声。她妈妈努力克制着哭腔。没关系，如果你去了天堂，我会陪着你一起。我咬了咬唇，打开了门。外面的母女被吓了一跳，神色慌张地望向我。我喉咙发干。你们进来吧。我记得柳如烟购买的物资里有2盒急救药，被我藏在衣柜下面。我背对他们拆开盒子，只拿了孩子的量。309瞥见我手里的药后，眼睛一亮，瞬间活了过来。他语气急切：你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我指了指他兜里的火柴。把火柴给我吧。309一愣，轻声说：我家里还有点吃的，可以分你1个面包。我佯装怀疑：你们药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有食物？快点拿着东西走人，我也只剩下1片药，下次别再来我们这层楼乞讨了。309颤抖着手接过药，把火柴放在桌上。谢谢。毛不凡的血里有油脂，被浸湿过的床单用火柴点燃后烧得更旺更持久。我正蹲在火炉前取暖，那些弹幕又出现了。炮灰女也不是完全的坏人啊。我记得前面写过，他爸爸妈妈很爱他，但因为车祸双双去世了。可能炮灰女想起了自己的家人。有人不满，可她男朋友只是出轨，又没犯罪，炮灰女就是心狠手辣，没有人性。她没有人性，为什么还救下那对母女？
我默不作声，又添了一把火，一行字打破了焦灼的局面。我感觉炮灰女真的能看见我们，每次发生危险，她的表情不像是提前知道，而像有什么东西在暗中指引她。火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犹豫要不要告诉他们真相，弹幕却自己炸了。看得见更好，她本来就不该属在这场寒灾里。对啊，谁规定只有主角才能活到最后？脱离了小说，炮灰女在那个世界里也是自己的主角，算得上大女主呢。我怔愣了，从脚趾到头皮都在发麻，弹幕突然热血起来。我要去预习后面的剧情，给她开金手指。我欲言又止，刚想说话，门被敲响了。我揉了揉酸涩的眼睛，弹幕消失了。谁？我压低干涩的嗓音问。门外传来怯生生的哭腔。是救我们母女的小姐吗？我来送点东西，还想求您借点取暖的。我女儿又发烧了。我紧绷的神经稍松。什么东西半块压缩饼干和一小瓶水，是我们全部了。女人声音更轻。我们实在没办法，外面太冷了，哪怕借块布也行。我沉默着看向火堆旁的布料，心脏发闷。昨天就他们时弹幕的争论还在眼前，而我知道自己的每步选择都藏着弹幕的指引。犹豫间，弹幕再次浮现。是昨天的母女，没恶意。小女孩发烧危险，救他们后期有回报。原文他们活不过今天，打破剧情冲呀！我深吸一口气，拉开了门栓。女人身着单薄，怀里抱着脸色通红的小女孩，见我开门就想下跪，被我拦住。借来吧，把孩子靠近火炉旁取暖。她红着眼眶，递来饼干和水。这点东西您一定要收。我没接，翻出完整的压缩饼干和纱布，给孩子分着吃。纱布蘸温水擦额头降温，水省着喝。女人连连道谢。我添了几块布料，火光将小屋映得暖烘烘的，弹幕又活跃起来。炮灰女好温柔，他们身上有医院门禁卡，是关键道具。快问门禁卡的事。我看向正在照顾孩子的女人。你们有医院门禁卡吗？女人愣了愣，从背包里翻出一张塑料卡。这是我丈夫的，他寒灾刚开始就没了。我接过冰凉的门禁卡，弹幕沸腾。就是这个，医院有大量物资和医生。逆袭开始，脱离原书太少。或许是他的选择在改变剧情。最后这条弹幕让我心头一震。或许从一开始就不是弹幕指引我，而是我不认命的选择，让弹幕有了不同方向。脱离小说，我本就是自己的主角。突然，窗外传来重物倒塌声，女人吓得抱紧孩子，弹幕急促跳动。是主角团，别出去，他们会抢物资。但外面有重要保暖物资。我摸了摸怀里的门禁卡，这次我不等弹幕指引，转身对女人说：看好孩子，锁好门。说完抓起背包冲出门外，寒风如刀割。我循着记忆里弹幕提过的路线奔跑，很快看到超市门口，主角团正围着一个男人抢物资，为首的男人嘴里正说些什么。交物资，不然……我躲在雪堆后，弹幕浮现期待。要正面刚了，有门禁卡不用怕，看他怎么选。我掏出半块冻硬的面包扔向雪堆，砰的声响吸引了主角团的注意，溅起蒙蒙雪花。谁在那里？主角团喝问。我趁机冲过去拉起男人，跟我走。我们钻进小巷狂奔，直到摆脱追赶才停下。男人激动地道谢：我是医院的张护士，去送保暖帐篷和防冻药膏，半路遇到他们。我掏出门禁卡。你认识这个吗？我想去医院找物资。张护士眼睛一亮：这是后勤门禁卡，能进物资仓库，我带你去，里面物资够撑过寒灾。寒风凛冽，我心里却暖暖的。弹幕渐渐柔和，她靠自己走出了新路。真正的大女主，自己就是金手指。文字慢慢变淡消失，我知道自己彻底脱离了小说束缚，不再是炮灰。到医院后，我们用门禁卡打开物资仓库，我让张护士整理物资，自己代购物资返回小区接母女2人。后来我们收留了更多绝境之人，医院成了临时避难所，靠着物资和众人合力，我们熬过了最难的时光。寒灾结束那日，阳光透窗而入，温暖明亮。我站在医院楼顶，望着渐显生机的街道，释然微笑。再也没见过弹幕，也没想明白为何能看见他们。原来无论身处哪个世界，何种绝境，不放弃自己，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。